想做什么都可以，尽量尝试就对了。那个应该不是钓的虾哦，鱼吗？这应该是虾啊。虾吗？哇，超大只！哇塞！来，这个比我想象中，哇塞！你看眼睛还是红对，的，它等一下马上就会变色了。可以吗？哇！哦，我们要去拜象神。象神，我们是要先跟他的老鼠讲话许愿。老鼠。你讲这边，然后另外一个这边。哦，哎，我跟你讲哦，不要左耳进右耳出。对对，难怪要把它捂起来，原来是这样子。我觉得快出来了。哦，有感觉了。我玩ดึงยากนิดนึงค่ะ。哦耶！超大只！哎，这超粗！我的天哪！你看它想要缠到我的手上。有。你要跟它近一点，跟它近一点。不要，这样，够了。我们今天又来到另外一个荒山野岭的感觉。因为我们泰国人呢，除了你来大城之外，要吃船面，对，还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吃的。让我猜一下。好，你猜。该不会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吃到那个泰国虾？没错。哇，你有钓过虾吗？我在台湾有钓过一次，但是呢，没有什么收获。因为我知道钓虾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的人啊，我这个人又比较急。但是我们今天来钓野生的泰国虾，希望可以，因为我们的中餐就要靠这个了。而且这个环境其实蛮有趣的，它对，这个有点难走，小心！我们要先过这个很滑啊，你小心。有。对，这个它是我刚查一下，这边 Google Map 上面它是叫 Camping Fishing， 就是它是一个民宿，你可以住在上面。我发现这个船屋啊，比我想象中的完美哎，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还有厨房，你看。我们看一下厨房，对，哇，有洗碗的地方，我们做晚饭就可以洗碗。因为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要在船上料理，这样一整套的一个流程，这样才完美嘛。他们这边还有房间，我们来看一下，有冷气龙。我们先进去了哈，这个比较舒服一点。哎，可以。啊，好凉啊！你知道为什么我选来坐这里吗？为什么？冷气口直吹。真的很凉。因为其实这个船屋蛮稳的。对，因为其实昭披耶河它是一个水流其实蛮稳定的一个地方，不会有那种波澜不惊啊这样，所以坐在这个是不会太晃，就跟走在那个陆地上是一模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环境挺不错，而且睡的人其实可以蛮多的，大概睡个6个人都还算舒服的地方。萨瓦迪卡。สวัสดีค่ะว้าฤดูนี้เป็นฤดูที่ตกกุ้งพอดีเลยใช่ไหมคะและกุ้งอร่อยที่สุดไหมคะฤดูนี้ใช่ครับมันจะแน่นกว่า刚好是季节然后我们今天要钓的是野生虾，所以难度会比较高。没有，它的肉比较好吃。肉比较好吃，那会不会很难？อันนี้จะตกยากมากไหมคะก็ต้องมีทักษะนิดหน่อย要有点技巧。要有技巧。那这边野生虾大概都会多大只？这么大只吗？ก็คือประมาณ4ตัวโล。哦，4只1公斤，差不多。1只250多克，多โล大概这样。那其实蛮大只的。而且听船长说，野生的泰国虾因为食用天然藻类和浮游生物，更有大头虾的美名。其头部的虾膏鲜美的程度，是一般养殖泰国虾无法比拟的。这是活的蚯蚓啊！我们等一下抓这个泰國蝦、大頭蝦，就是用这个蚯蚓这样子，然后直接把它勾在我们的这个鱼钩上面，这样就可以了。对，开始。หนูต้องจับตรงไหนไหมคะแป๊บนึงเดี๋ยวผมเนี่ย已经เดี๋ยวมันจะลงถึงหน้าดิน它就直接缠到底。对，ถึงหน้าดินแล้วมันก็อยู่这个已经到底了。 OK， 不知道它那个泰國蝦抓到它到底会就晃动的程度会多大？对，所以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看我们船长的一个经验法则。那你知道为什么来大城要吃泰国虾吗？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城有很多泰国主要的桥留在一起，有昭拍呀，有巴萨，有花富里，所以这边的三条不同的河流汇聚在这边。对，所以这边的大自然很丰富。哎，好像真的有在抽动。กุ้งจะเบา他说虾是轻轻的，鱼是比较大力的。
对，感觉有 feel 了哦。แต่ว่าเรื่อยๆหมุนเรื่อย有了吗？有了吗？ๆไข่กุ้งไม่เอ่ย 钓了一只鱼。哎，我觉得我有钓到这个过，是不是？没有，是我们之前对抓到的那个跟七星飞到一起的那个。哎呀，哎，这个也算是另外一个收获啦。ก็แล้วแต่จังหวะนู่นได้แล้วนู่นได้那个可以了。这个有点大只哎，那个应该不是钓的虾哦。鱼吗？ อันนี้คือแสดงว่า 那个应该是 กิน 鱼， น้ำลึก 那应该是大鱼， ต้องขยับ 鱼 เรือ 弯 ไป 成这样子。他说应该是虾啊。虾吗？哇，超大只！哇，超大只！哇塞！ อันนี้เลยครับอันนี้เลยก็ได้ 来，哇，哎，这个 เข้าไปไหนเข้า 这个比我想象中，哇塞！手臂的一半。哎，你们看我们的眼睛都亮了。哎，可惜，我们这个眼睛都亮了。我们中，可是 จับกล้ามครับจับกล้ามเนี่ยมันหนีบนะมันหนีบต้องจับกล้ามสองข้างครับ จับกล้ามตรงนี้เหรอ ครั คะ บใช่ครับสองข้าง 要抓这边，要不然它会夹我们。好大只！哎，这个。我有点语无伦次哎，因为语无伦次不知道说什么，因为它比我想象中它大超级多哎。你看我的手，这个大概有将近17、18公分了。我刚刚真的是以为是鱼，对我连导演都说那个应该是鱼，因为它那个整个钓竿弯成这样子，我想那个鱼吧就没有拿起来，巨虾。对面哇塞！大的虾，哦，小心被它夹到，它很有活力耶，有希望了。哇，你看我的眼神，有希望啦！来，是不是？昭比耶河不愧是泰国的第一大河，根本就是怪物与它们的产地。鱼虾都呈现惊人的大小，而且一边沿着河水找点猎钓，一边欣赏最原汁原味的水上人家风光，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在地氛围。哇，我有了！数，哎，有，哎，有了，各位！哇！我看见很重吗？蛮重的哦。不是垃圾吧？哇！厉害！哎呦喂，这是最大只哎，小心！我们要谢谢旁边这位师傅啊，他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但这次真的是最大只的哦。对。哦，我跟段哥有交代了。我看这只多大只，小心它手很长。可以。你看眼睛还是红的。对，它等下马上就会变色了。眼睛又有光了。真的，谢谢你哦。我跟你说，我觉得如果大家来哈，要坐船头。对，因为这位大哥已经抓到第3，这已经是第3只了。哦，但刚刚那个拉的那个感觉真的是蛮强劲的。哇，你看它在吐泡泡，很新鲜哦。好，我们有收获了。哦，有收获，不错。你们看，比我脸还大。然后虾膏很多，满满的虾膏，所以我们就叫它大头虾，因为虾膏很多。所以虾膏这个要怎么吃？虾膏其实可以沾白肉，或者是跟白饭，然后沾海鲜酱等等，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了。好，这金龙龙的脸都惨了。对啊，你看，哇，没事。说实话，对于我们这些钓界新手，要越级打怪真的不太容易。幸好有船长的神救援，让我们也能体会与野生大头虾拼搏的快感，绝对和钓虾场天差地别。而且重点是我们不用担心共估哦。哇，我们今天钓到多少了，龙龙？来特写一下，那当然不是全部都是我们钓的，各位观众，哇，海鲜大餐。对，这应该有20只有哦，大大小小都有。เดี๋ยวทำเครื่องปรุงซีฟู้ดน้ำจิ้มซีฟู้ด 我们 ให้ 泰国人最爱的海鲜酱。海鲜酱的材料有哪些？有辣椒，一定要有。这是柠檬。对，然后要用这个香菜的根，对，没错。叶子是在后面啦，然后大蒜、柠檬一定要加。OK， 好，那你有没有闻到这个香味？他们已经在烤了，小只的先烤，那大只的呢？因为我们要先给它冰镇，让它晕。然后我们要有一些特别处理，我们要请另外一位大哥来教我们怎么剪。ต่อไปก็จะตัดขา 然后就把它的脚剪掉，全部剪掉哦。对啊，然后就切中间，就直接中间对开。对，等下那壳其实蛮硬的，ระวังนะคะมีคมไหม 切 คะ 这个其实要很小心。哇，然后就张开，
虾膏很多哎，这个都是虾膏吗？对对，这边都是虾膏。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虾膏味道有时候会比较重一点点，所以不是很敢吃。然后我刚刚问可心说怎么办，她说没关系啊，可以交给我，我来帮你吃。她可以吃。我以为说没关系，你就要尝试，说没有，你不吃我吃，好，不要浪费。你มันจะสวยหน่อยเนี่ย他说这一只膏很漂亮。哦，这只膏颜色有出来哦。我最爱吃就是泰国虾了，哇，很黄的。这跟那个蟹黄的颜色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我要订这个，我要吃它。你先写名字，写名字。虾膏吃下去可能胆固醇会爆表。对，可是今天我们不算。对，你看，喜欢吃的都会这样子。OK， 好，下一只。好，然后刚刚他说黄色的话，它可能是吃比较好的食物，所以它变成就是这样黄色。我没想到它膏的颜色差那么多。对耶，你看1、2、3、4，哦，对，这只我跟你讲，还没有剪就已经那么漂亮了。哦，这脚碎，这好像那个，好像海胆，双色哎。对，好像海胆的颜色。难怪可心一直对大头虾的虾膏赞不绝口。如此饱满又多色的虾膏，正是野生大头虾的正式标记。不但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天然油脂的美味更被誉为荷仙起司。耶，冲！啊，我们忙了一整个上午，对，总算可以吃了。然后我们会先把白肉啊沾在虾膏，很烫哎。怎么会烫？你不会烫吗？会啊像这样。哦，是这样子哦。对，整只它有龙虾的感觉，把泰国虾吃得像龙虾，你看。没关系，先咬断。很甜。哦，很 Q 哎。很 Q 很甜。就不说，我以为我在吃龙虾的感觉。哦，虾膏很赞。那你要不要？虾膏呢？是要直接这样吸吗？可以，我用沾。爽吗？好爽哦！因为我刚刚有说，其实我不太敢吃这个虾膏，因为它的味道很重，但没有这个是清甜。对，它有个很清甜，然后有一个很浓郁的一个香味在。你现在还愿意给我吗？虾膏？不愿意。现在我绝对不愿意了。我喜欢这样吃。我来蘸一下海鲜酱。你能帮我试一下会不会太辣？好。不会很辣。不会很辣。可以。好。完美。沾了海鲜酱就变成味道很丰富。真的哦，你看我一只已经吃完了。你在你讲话的时候。那我不讲话了。对。那我想问你哦。你说。如果女朋友的话，你会帮她剥虾吗？我剥虾达人哎。真的吗？对啊，我现在没有女朋友，只有老婆。哦，对对对，你不要设陷阱给我。好。还好，对我很会剥虾，因为从小到大都是我帮我姐、我堂姐，然后我老婆剥虾的。哦，好吃耶！这个海鲜酱完美，是不是？哇！你猜是谁打的？当然是我们的段哥啊，我们导游段哥，因为他今天跟我说只要抓到一只大虾就好，殊不知满满的。但我必须要说，这个海鲜酱真的是画龙点睛，很妙。可以吗？哇！哦，好嘞，太好吃了吧？这真的很好吃，是不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吃这个虾膏吃的这么爽，要么以前我连头就是直接丢掉这样。不可以，这个对泰国人来说是犯法的，浪费。大忌，就跟打抛猪里面有番茄是一样的。对，没错，你要吃。没错，来到泰国就是要满满的仪式感，必吃必访的地方一个人都不能少。就像接下来的这座古庙，近期爆红的程度，让人想不注意到它都难。我查了一下它历史，它有点像那个行宫。因为这边离大城大概20-30公里，所以它的状况保存的比较好，因为大城那边之前被缅甸军队破坏掉嘛，对。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保存的很好。对。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去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去拜象神。象神。对。你知道怎么拜吗？知道，我等等跟你说。好，没问题。可是这边还有提醒说，不可以拿贡品来拜，像花、水果不行，因为为了。就是干净的哦，对，这个他就是写说不能其他的贡品进来的，对。对。而且我跟大家讲，这边算是一个私房景点啊，因为 Blackpink 的 Lisa 也有来过，没错，有 Lisa 就对了，走。有 Lisa 就变成很有名了，没错。你看到今天是
平日哦，礼拜一哦，还是很多人。哎，它这边算是一个别有洞天的一个感觉。外面看起来破破烂烂的，有些红砖已经遭受到破坏，但里面保存得很好。然后其实拜象神就是拜事业成功哦，事业。对，没错。那我们要怎么个拜法？我们是要先跟他的老鼠讲话许愿。老鼠。对，因为老鼠会把我们的愿望传给他。老鼠说 mouse。mouse。Mickey Mouse 的 mouse。对对对，你有看到小老鼠吗？很多这样。真的。对。说到泰国的象神，其实是源自于印度教，原名加内什，是代表智慧、财富与成功之神，也被视为排除障碍之神。这边要使用2张20块，然后先跟县神说拜拜许愿，然后你把1张的钱放在那个桶子里面，然后1张的钱放在你自己身上，然后再跟老鼠说你刚刚许愿的是什么。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有每个地方的特色，不一样的习俗。对。那我们先放。对，先放。然后再跟老鼠说。讲话，说悄悄话。哦，另外一个也要再。另外一个也要再讲一遍。没有，你讲这边，然后另外一个绑这边。哦。哎，我跟你讲哦，自由的旅行者哈。第3季拍摄一切顺利哈，不要左耳进右耳出。对对，难怪要把它捂起来，原来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看他们有些人会拿那个铃铛，拜完的话要拿铃铛，这样一次就好。对。对，没错。这座纳空鸾寺建于17世纪，原是大成王朝国王外出时的行宫。由于融合了外来文化的建筑风格，所以整体看起来不像是寺庙，反倒像是宫殿或城堡。而其中更有一处秘境，是所有来到这边的旅人一定要造访的。哇，我们找到它了！真的，这个真的是经典。对，还是要拜一下。这里就是每个人来到这个区域、这个宫殿最重要拍照的一个景点，因为它其实像光线现在可能没有到最经典的画面，如果时间选得好，它其实会有一个跟这个佛像还有一个醍醐灌顶的一个感觉。然后如果你用广角从这样往上面拍，我把它整个拍进去，那画面其实很漂亮的。对，那你喜欢帮老婆拍照吗？哇，必须得帮。哦，这应该可以。我喜欢。对，拍的好不好另当别论。但这个角度拍起来应该算蛮不错的。我有在网络上看到，真的很漂亮。因为我只要一打 Google Map 这个地址，一点开，第一张照片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很想知道用手机拍出来什么感觉。我在这里，我们不要靠近好了。哎，应该可以哦。可以。有，这张很赞。可以哦，可以，有，这张很赞。如果你们往前同一点点的话，这样可以。这样。对，这样很好。对，好，1、2、3。哇，好漂亮哎！哇，这个构图，对，可以耶。然后这个光线很好。就来到这边就是带一颗广角镜就对了。对。如果有鱼眼的话，应该那个效果会更好玩。对，喜欢拍照的人一定要来这里。独特的建筑设计与氛围，让我们在照片与心里都留下了珍贵的回忆。不过，除了历史的印记之外，来到河道交错的泰国中部，更不能错过的住宿体验，就是水上人家的老宅民宿喽。我们今天来到叶公府。叶公府。对，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可能只能听过那个安泡啊。安泡啊，水上市场。对，这边很有名，就是水上市场。这边很特别，就是会在河流旁边的民宿。它还有摆盘是泰式的，这泰式的，对，而且感觉很有历史哎，布置得很漂亮哎，对，都是编制的。你看走进来会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因为它其实走进去里面还有一段距离是蛮长的，我们往里面走，很像在玩一个游戏。对，我们现在寻宝游戏，我现在完全找不到我的房间在哪里。哦，我好像看到河道喽。对，那边。萨瓦迪卡。老板娘来等我们了。可惜我发现一个啊，我阿嬷家也有的东西。什么？这个柜子。哦，台湾也有吗？有类似的，很老式，你就是要在那种很古老的地方才会有，然后里面就是放盘子。对，橱窗有没有？然后里面就是盘子。但台湾比较特别，台湾这边有时候会用那种纱网。对，这样看东西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老板娘后面的柜子，你帮我问她一下，这个历史是不是很久了？ค่ะก็เก็บมานานแล้วตั้งแต่รุ่นคุณย่าค่ะ那应该也是快可能100年。100，对对对这里太好玩了。对。太皇的照片，对，是的太皇，我们每一家都会有他的照片。对，我觉得很像博物馆。对，有点像，你看，这个可能都比我们导演还要再老一点。这个年纪看起来都很大了。哇，还有烫衣服的。那是烫衣服的。对。อันนี้คือเตารีดใช่ไหมคะเตารีดโบราณค่ะใส่ถ่าน就是要放ใส่ถ่านแล้วก็เอามารีด放碳在里面。碳，对。哇，这好高！我在其他地方真的没看过。这个河边，你知道我发现这边的河道跟真的会距离你非常的近。哎，这边还蛮舒服的。哦，那边还有庙，其实我们泰国人家附近都会有一定会有庙。对，可以去那边拜拜。啊，蛮凉的，龙要不要试试看？哇，我想要下去了。好舒服哦！对，哇，有你的车了呀！快！哇，好帅哦！不帅，你怎么可以说帅？他又游过来了，来，这里有一车。不要！他就这样游过来，跟库斯拉一样，哥吉拉。木造的结构、老式的家具，还有微微斑驳的墙面，时间的痕迹没有被抹去，反而变成了这里最迷人的样子。来到民宿的2楼，个人是让人惊艳。2楼其实蛮凉的。哇，2楼大概可以住20个人。哇，这么大！อันนี้คือเป็นของของ2ห้องนี้ค่ะจะเป็น private zone สำหรับ这个是私人空间，就2个房间而已嘛。มี2ห้องแค่นี้ใช่ไหม？แค่นี้对，只有2个房间。好，我们来看一下房间。好，แล้วก็มีห้องด้านหลังแล้วก็มีห้องด้านหลัง。哇，哎呦，这个门有点全大。部可以打开，泰国之前常用这个门。哎，这个蛮爽的，就有那种进到宫殿的感觉，有没有？对开门这样。哇，这是我的。哇，这个真的是很古老的哎，我在电影有看到这种类似的这蛮床。酷的，连这个梳妆台也是。对，你在这化妆应该会蛮有感觉的。很像回到以前的。然后最像以前，你知道什么感觉吗？你看这个木头声音，这个地板，一压，对一压。他们的手就是这样子。对，非常的古老式的。哦，你还有这个灯，我没有这个小灯很酷，就是要有咔嚓那个声音。哦，这个很有 feel 哎。随着夜幕低垂，安静的水上人家连水流声也变得清晰，少了商业区的热闹喧嚣，让我们更能与环境和时间对话，也更能看到真正属于泰国的慢活。同时期待着与明天的太阳一起迎接这里持续了100年日常的和尚托钵。现在时间早上5点45，还是要先从刷牙开始。我们等一下要一个很特别的仪式，叫做托钵，而且是因为我们在就是水上市场嘛，所以那个师傅会划着船过来，然后我们要把贡品给他，然后他把那个功德回向给我们，这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我之前在辽国农托邦的时候也有做过，对，但我们是在陆地上，还是沿路。好，นิมนต์ค่ะ。哦，师傅来了。对。然后我们要这样一次。哦，这样一次。好，先这样。贡品其实就是它有一个特别的包装，就是有水啊、牛奶，然后一些饼干，然后2朵花跟一些水。先把贡品下来，其实贡品这样包好是对的，就一个 set 这样子。对。然后一次一次这样子。好，然后就花。还有花。punka，那水嘞？水就我们的。好，我们的水。在他念经的时候。拜拜。วริวหาปุระปริปุเรนติสาการังเอวเมวัยโตตินังเปตานังอุปกัปปติมาเวนัสสาตุติภะวันตุเตขอเจริญพรน้อยนะเรียบร้อย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รับ
所以师傅就要再继续往下。对，那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心情哦，天都还没有亮，真的。但其实会让你的心情有点更平静，对，那种感觉蛮舒服的。清晨的托钵不只是一个仪式，更像是一种被生活的提醒。在日复一日的敬佛当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纯粹。内心是如此，外在的身体也是如此。好好的保护，才能迎接不同的惊喜与挑战。各位，这个泰国的太阳真的没有跟你在含扣的，每天的温度大概是35、6度，因为现在是干季嘛，然后一天都要洗好多次的澡。那因为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外面拍，每天日照时数大概是10个小时，非常的夸张。如果你的脸不保养的话，其实会很尴尬，而且会很显老哦。那其实我这次出来有带我的秘密武器，我的小心机保养小心机，就是这一个日本的荧光瓶。来，这瓶三得利范伦日本荧光瓶，我算是跟它老熟的，因为我从2024年开始使用。那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在跑外景嘛，不管是自由的旅行者，或者是我自己的 YouTube 频道，那一瓶其实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搞定了，因为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那大家也知道，如果不保养的话，那个皮肤粗糙啊、暗沉发黑，甚至还会有细纹黑斑，很恐怖哦。加上我又要一直上镜头的，所以还是要好好的保养。那其实我用了1年多，其实我的肤质改善了非常多。那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要出发拍摄了，那我还是要来保养一下，对吧？虽然我刚刚有说这个泰国的太阳到底有多么的毒辣，但你有发现我的肌肤其实状况还是蛮好的，全靠这一瓶我的好伙伴日本荧光瓶，它在日本呢卖到缺货。那它是日本的制酒大厂，专为男性人发，它里面呢有独家的威士忌桶材酿造精粹，可以帮助你延缓肌肤老化，改善暗沉。而且重点来了，它真的是懒人救星，因为它就是 All in One 一瓶全效，把化妆水、乳液还有精华液3种形态合而为一，这样就能把精华一层一层的送到肌肤底层。来，我直接试用给大家看。好，那这边大家要注意哦，就是弄在手背上，然后直接用点的点在你的脸上，千万不要直接在手上抹开，这样会破坏它的独特的专利结构。各位，你看是不是30秒轻轻松松就能搞定？只要1个步骤就 OK。那不但能保湿、控油、抗老，而且是完全没有黏腻感的，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不管你是油性肌、干性肌，有细纹，或是脸色不好、气色不好，一瓶通通搞定。而且现在还有特别因应台湾的天气推出清透版本，一样是在日本制造，台湾限定发售，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哦。开工，对啊。不过你的气色不是很好怎么了？真的假的？对啊，我觉得你脸上蛮油的，是不是？昨天那个太阳晒，这几天真的晒得蛮夸张的。可是我每天都洗脸我跟你说，不是洗不洗脸的问题，是要做好保湿。来，我这边有个东西，直接用起来。我教你怎么用，就是挤一点，然后轻拍在你的脸上，点一点。我自己挤哦。对，我帮你，可以，来，帮你服务一下。这样子 ，OK， 然后就点一点，这样就可以。先点。对，点开。对，点开以后，然后再开始。对，然后就一直点，然后开始均匀的涂抹开来。哎呦，很香这个。对啊，它这个是经典的木质调，而且我觉得它最主要是非常的清爽，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臭男生最讨厌油腻感，真的，对吧？我这样我抹干净吗？再轻拍一下，让它吸收进去，让这个精华一层一层的深入到肌肤的底层。这样觉得是如何？我觉得我变漂亮了。我觉得整个气色，你的皮肤亮了起来，真的蛮香的。这个是经典木质调，它其实还有另外2种不同的风味，一个是花香，一个是另外一个是柑橘。而且我跟你说，连男神胡宇威都觉得好用。宇威哥啊，对啊，只要早晚各擦1次，然后1瓶抵3瓶，然后我觉得就 OK 了。所以就非常适合像我们这种常出外景或是常在旅游的人。而且如果你是一种保养新手或者从不保养的人，也很适合。它那么神，那要去哪里买啊？其实很简单，只要上网搜寻日本荧光瓶，不管是在官网订购或是打电话都 OK， 而且它是全台免运，而且还可以定期配送。如果你觉得这瓶的话太大，它还有10日体验瓶，可以让你先体验一下。那么优惠？没错，最重要的是只要做好保养，男生也可以很有质感。
带着满血复活的身心灵，我们再度一头栽进了泰国的大太阳，寻找中部最接地气的美食。不过呢，首先要有达人带路才行。首先，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荒郊野外。对了，你可以告诉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吗？我们要来找一位网红，泰国的网红。泰国的网红，哎呦，蛮漂亮的哦，是不是？哎，这很特别。我们在这个田里面找到它吗？这边有一些房子啊，要不然其他应该都不是，应该是这2栋其中一个。往前走就对了。对。而且他听说很厉害，他听说是种田之外，他很多的合作案件，像我们可能是化妆品啊，或者是衣服、包包啊，他是可能拖拉机啊，就是在农田会运到的大型的器具都是他的。不同的产业。对，所以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踏入这个行业。应该是这里了。这边里面，其实有很多婆婆妈妈们。我刚刚看这个照片，应该是30几岁。哎呦，我这个美女雷达打开，一看就看到美女了。真的。走，我们来跟她打个招呼。好，那我问你哦，她是你的菜吗？她是我的菜吗？我结婚了。对，是我老婆。对，还好这个陷阱没有踩进去。สวัสดีค่ะ สวัสดีครับ แล้วเดี๋ยววันนี้จะพา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บ้าง ก็เดี๋ยวจะพาไปที่นานะคะไปหาปลาไหลค่ะ找鳝直接抓鳝鱼对，直接从里面抓找鳝直接抓鳝鱼对，直接从里面抓 ก็มีปลาไหล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เดี๋ยวพาไปงมไหลบัว哦然后挖那个连尖连筋比起鳝鱼和连筋，我们的这位美女同样令我好奇。先不说务农的工作那么的出众，她受不受得了？光这肤色比我们的 City Girl 可心还白，实在让我有点摸不着头绪啊。没关系，先跟着去体验一下，就知道是真是假啦。好，那我们现在要搭这个皮卡抓鳝鱼，对，然后跟着我们的美女。我刚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这位美女呢，她30岁，然后小孩9岁。我说我们都在干嘛？我们都在干嘛？我刚才啊，哇ร้อนหน่อยนะคะได้ค่ะ他说有一点热不会 OK 的。然后我跟你们说，他穿4件长袖，因为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没有发现，他非常的白，对，他基本上比 Amy 比可心还要再白一点。他说他已经穿4件防晒，他说这种穿1件没有用。不够，对。对。แล้วปกติจับช่วงไหนอะคะช่วงเวลาถ้าหน้านี้นะคะถ้าหน้าน้ำก็หาปลาปากเป็ดบางทีก็แบบว่าถ้าเจอไหลบัวตามอย่างเงี้ยก็หนูก็จะงมไหลบัวแบบเก็บกับข้าวมากินที่บ้าน不同季节就采不同的东西และทำ Facebook กับอันนี้ไหนได้เงินเยอะกว่าหนูว่า Facebook น่าจะดีกว่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ไม่มีค่าใช้จ่ายมันไม่มีทุนอย่างนี้เช้ามาก็แค่แบบว่าฟังมือถือกัน他说脸书的话会赚比较多，因为这个要种菜或者是什么要有成本，可是脸书没有成本。对，聪明，厉害。可是他的 follow 比较高哎，ตอนนี้ follower เท่าไหร่นะคะ60万。60万在 Facebook 上面，这么。但是很酷，点开他的 Facebook 上面，全部都是在农田里面的，那个反差感马上就一下就出来了。好，那看来就是这里了，对不对？对，我们到了，要下车了。好，下车。好，เดี๋ยวลงไปด้วยกันเลยค่ะ。哇！因为我真的没看过这个鳝鱼要怎么抓，他跟我说是在旁边，对不对？对，在边的，然后有个洞，然后他已经把食物放进去了。偷跟你讲，那个可心很讨厌像蚯蚓一样的东西，เดินไวมากนะ它瑟瑟发抖。不要，哪呀？它的洞在那边。在哪里啊？我也看不到哎，你洞哪呀，韩龙明？那还有做记号。哎，你干嘛一直往后退？就请你先啊。哦，拉这个。ดึงแล้วก็ผ่อนค่ะพี่ถ้าดึงเลยอ่ะเดี๋ยวมันหลุด停拉然后停要有节奏เขาเคยดึงใช่ไหมคะไม่เคยค่ะ我感觉到有东西在跟我拉扯หรือว่าน้องมินทำให้ดู还是让他哦要把这个เนี่ยหลุด哦不见了因为要拉停拉停他直接傻眼听美女说由于野生的鳝鱼对环境的要求极高如果有化学污染或过量的农药毒物是不可能有鳝鱼的踪迹只是要抓鳝鱼这个难度也太高了吧都已经设陷阱让它上钩了竟然还给它跑掉难道真的是我的技术问题吗它大力吗不是它会有点像那个有点弹簧的装置你拉它会回弹但力量没很大
新手嘛，难免会发生这种事情。对，要进拍吗？我们来，快！要出来了，要出来了，要出来了哦！这么有活力！对，哦，好有活力哦！勾着，它超级滑哎！你先，我们抓不抓得到嘞？ระวังหนามนะคะมันมีหนามพุทราอยู่ 哦，小心哦，ดึงตามเชือก 小心刺哦。ดึงหยุดใช่ไหมคะ ใช่ค่ะถ้าพอมันผ่อนแล้วก็ดึง ลาถิง มีไหม ลา มีแบบ ถิง มันนี่ ลาถิง 哎，没有感觉了。 ถามเขาว่ารู้สึกว่าเหมือนมีอะไรดึง เขา ก บ ลั อบ ก ไหม ไม่มีแล้วอะค่ะ 哦，我觉得快出来了，哦有感觉吗有点难拉回去了。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ดึงยากนิดนึงค่ะ 哇耶！超大只！耶！哎，这超粗！我的天哪！你看，它想要缠到我的手上。 ระวังปลาไหลพันปี 搬来ตาไหลบันพี1000年鳝鱼 ดึงไม้มาเลยค่ะ 哎，你这样抓不到，你要下去。哦真的要下去你整个人要下去，你这样不好施力。 เดี๋ยวจะรู้ว่าติดไม่ติด 可心速速， สู้เอ๊ะเหมือนไม่มีเลยค่ะโอ้ยมี 有对对有。ไอ้ตัว 你要跟他近一点，跟他近一点。不要这样จับตัวเลยพี่จับตัวเลย 我为什么那么开心呢？哎，你要小心它那个钩子哦。好哎，变声音了，声音都变了。哎不行啊这样好了 โอเค 看看可心和我们的美女的反应，我心中的疑惑全部烟消云散。她真的不只是网红，更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这残狼。同时，这里的鳝鱼尺寸真的是让人傻眼，就连我们身经百战的外景摄影师都忍不住赞叹，他真的没看过这么粗、这么大一条的。这是属于猎人的讯号。哦，如果我忘记它是用数的，可是我也不知道它怎么数的哎。哇 OK， 刚刚我讲脏话，你讲脏话，太文了。你妈妈听到怎么办？妈妈应该习惯了。你在家常讲脏话。没有，我跟你讲，随着我们那个节目慢慢这样拍嘛，那个可心的本性会慢慢会被我们抓出来，就跟那个鳝鱼是一样的。เลยมาแล้ว哦，我们已经超过第2个洞了。好，找不到哎，都一样。哦，你看是不是？对，是。我跟你讲，其实我看的是这一只。哦，我没有看到这一只。这一只啦。这一只哦。对。 เอาดึงไหม ดึงเลย拉哎呀，刚刚水就是喷出来表示有你有感觉吗还好哎。有哇，龙鳝鱼达人可以吧？我抓到那个诀窍了，就是它最后面它会有点要挣扎，然后它会很用力，因为它要出水芙蓉了。好，你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把它拉起来。 ช่วยได้ไหมคะได้ด้วยกัน一起我太我很久 ไม่น่าจะติดนะ 哦刚刚我踩它的洞哇这个美女真的是很勇敢哎她说这一次算是比较难 ถ้าดึงเลยเดี๋ยวขาด 不要再直接哦，不要直接拉。对直接拉会断掉那我们现在是开始挖土，因为它现在有点那个绳子很紧绷。哦，它又跑进，它又往里面跑了，它在往里面跑。哦，它又跑进，它又往里面跑了，它在往里面跑。看，แล้วนี่จับไงอะคะเปิดเลยนี่放开เราลง哦，这次也是够大只的，来，海星帮我拿一下。好，就交给你了。好抓没有我不是抓到他抓到了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抓这只很累，因为它一直往另外一边钻。我们刚刚是有放在另外一边对面，对，然后它直接钻到对面，就知道它整个下面都是它的家。没想到一路下来，除了最一开始我收线失败的第一个洞，其他每个陷阱都有收获，让人不得不羡慕泰国农村的好环境，更佩服鳝鱼美女的真功夫。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有满满的这个，我们要来采这个莲筋，对不对？对
然后其实莲花对我们泰国人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它是纯净的意思，然后也有代表就是佛祖的意思。哦，对，我好奇，因为其实莲经它其实就是那个根部这样地下经发出来的那边。哦，他说不会很深，它不会很深。然后我们常常把莲经跟凉拌沙拉一起做，很脆，很好吃。好像被吸住了，怎么办？哎呀！มันติดใช่ไหม ใช่อะ รองเท้ามันดูดโคลนค่ะพี่ต้องถอดถ้าให้เดินง่ายอ่ะ这位同学在干嘛？他在问，你可以哦。这个人在演啊，他在演呐。没有啦。你看。OK， 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你没有被吸住哦。没有啊，你看。然后要选择比较尖尖的那种，才可以踩到莲经。哎，怎么就找到了？有找到了。哇，这什么树？莲尖跟莲经都有。对。然后莲藕啊，我们看到不是有一个一个小洞吗？我跟你说，莲经也有。它这个切面就是小小的莲藕的感觉，但是我们莲藕可能就这么大。它又找到了。所以它是要下去捞起来这样子。你看，哇！这个也可以，这个应该就不是了吧？อันนี้ไม่ใช่，อันนี้กินไม่ได้这个不能吃，这不能吃，但是要吃白色的。对对对，白色好吃。然后你看特写哦，这个上面就是会有一个小刺。อันนี้ใช่ไหมคะที่对，没错，这个会让你痒。哦，不要啦！我想试试看嘛，凡事都要试试看啊。很像妈妈一样。有哦，小小根的在这里。哒啦！这是吧？这是吧？有啊，对，是，可是很短。这看似不起眼的莲经，其实是泰国水域孕育出的在地滋味，在充满河道水田的中部地区，更是具代表性的食材。而且不是莲经，整朵莲花的各个部位几乎都可以在饮食当中运用。哈，我们刚剪好了莲经，对，我们要把它洗一洗。好，这个比较小只的我来试试看。好，我也是。弄一弄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很清脆。你知道我刚才查说，这个莲经它的味道，如果用形容的话，大概是介于水梨跟马铃薯之间。我觉得这个比喻蛮特别，因为它很脆，它没有什么水分。但我们因为都吃到这个比较小只的，对，然后完全都不苦，甜，微微甜的。越觉得越嚼越香，因为它其实就是淀粉嘛，在你嘴巴里面那个糖化之后呢，就会有那个甜甜的味道出来。那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哇，这么大！然后呢，刚问是他们今天刚采的。今天刚采的。对，哇。这更甜哎。什么？什么？很脆，然后它的那个线很长，现在。这更甜，我觉得它更有一个清香味，对不对？还带了一点点酸，一点点。很清爽，这夏天吃很 OK。清脆又带点纤维感的莲经，就像芹菜和嫩竹笋的综合体，而且因为是中空的结构，具有超强吸附酱汁的能力，所以非常适合制作成凉拌沙拉或者是酸辣汤，吃起来会特别的入味。你好，你好，不想中文这个？什么地พูดว่ายังไง你好，แล้วอะไรอีกนับ1 ถึง 10 1 ถึง 101、2、3、4、5、6、7、8、9、10。耶！哦，哎呀，满分呢？他真的有写有中文的，会讲中文哦。来按哪些？按哪些？漂亮水。漂亮水。我失业了，怎么办？高兴利哉。猴子林。猴子林。聪明ฉลาด西瓜แตงโม可爱น่ารัก他是那个美女的儿子。现在ตอนนี้กี่ขวบแล้วคะ9岁，他用中文直接用中文去打我，我已经不行了，失业了，要失业了。太可爱啦！原来泰国很多小学除了英文之外，把中文当成了第二语言，从简单的你好、谢谢开始，就像世界各地的旅人一样，用对方的语言相互问候，就是拉近彼此距离最快的方式。好美食，我对善宇真的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了。
哇，有刺吗？有点辣哦，有点辣，是好吃的。它那个骨头，它其实有点跟鳗鱼有点像。我觉得这个跟但它没有那么什么鳝鱼意面不一样，这个没有那么 Q。哦，没有那么 Q 吗？对，鳝鱼意面好 Q 哦。它的肉很扎实对，很辣。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小的骨头，它只有中间它那个利用 good 哦，所以吃起来是蛮方便。但是我每个人都在很辣。听说有人说是很像韩国的那种 kimchi 汤。有没有？很爽哎。对，它不会太酸。我们来吃看那个莲筋。好，กินปลาช่อน哇，怎么样？你爱上我不莲筋吗？知道收音收不收得到。感觉在吃那饼干，很脆。你试试看，比我们刚刚现采吃还要脆。对不对？然后里面它已经满了那个酸汤的精华。对，很精华。我觉得这个可以比那个凉拌沙拉还好吃。对。最具泰国中部风味的辣炒鳝鱼和酸辣莲筋汤，让我们吃出了中部人与大自然之间共存的智慧，更在传统与创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这是最真实也最在地的生活滋味，等着你我持续去探索哦。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吗 ？YT 还有英文字幕，快点分享起来！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超赞的泰国好礼，还有最新最好看的《自由的旅行者》。